新闻大白话，那么川习会最快4月，最慢6月可能就会来登场了。但现在是不是在帮川习会找筹码呢？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现在呢口气超大，他说中国崛起哦，如果不照规矩来的话，抱歉，我们美国不同意。美中关系对于当前国际政治的局势有重大的影响，美国如何应对大陆的崛起这个挑战至关重要。美国不能允许大陆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之下崛起，否则就是我们的责任。美国 FCC 调查华为等9家中国公司，指涉以非法的手段来规避美国制裁。那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就说正在调查华为9间公司，他们呢怀疑呢，就企图通过不受美国监管的方式来规避制裁，以继续在美国开展业务。那么现在，川普打算跟习近平说要讨论什么？讨论关税的问题。中美贸易代表下周先会谈。那么贸易代表呢，你可以看到呢，他即将在下周到了大陆去跟中方的官员来会谈。路透社报道指出呢，这格里尔计划针对这个对华加征关税，以缓解美国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那川普就说了，计划跟习近平来通话，讨论一下关税的问题。那是不是在为川习会铺路呢？被问到，被问对美参议员访陆有什么期待？大陆的外交部现在访英也曝光了，川普的亲密盟友戴安斯呢，将在20号抵达北京，21号跟大陆外交部的副部长来见面。那么针对呢中美关系等这个对华问题要来进行讨论，成为川普重返白宫后访中的最高级的美国政界人士。那么毛宁就讲了，他们很欢迎戴安斯参议员的访问，也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美国各界人士来做访问了。只不过现在中美开打战略储备，美国媒体就警告欧洲，你自己要小心了。美国跟中国的战略工业金属储备战略快要开打了，川普下令增加关键的矿物产量。川普为了促进美国本土自然资源的开发，并且降低对外依赖，他祭出了一个新招，准备动用战时权力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大幅增加美国关键矿产跟稀土的产量。但是彭博社引述白宫官员的报道，川普准备呢用这个国防生产法提供融资、贷款跟其他投资，来支持国内加工关键矿物跟稀土元素，当然也包括这个煤炭在内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大陆据悉将收除这个钴跟铜这样的金属，以充实国家的战略储备。所以呢，大陆也不是没有在准备，他们打算今年呢将增加对关键工业金属的战略储备。在能源转型的需求增加、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举动呢是在确保关键的矿物供应的可靠性。知情人士透露，大陆呢可能包括了一些钴铜镍锂他们都会特别的来做储备。经济学人就说了，现在西方企业开始畏手畏脚了，反倒是中国企业开始大展拳脚，是不是时候要来学习中国了？他们说呢，你可以看到铁矿石跟铜矿分别存在澳洲跟巴西还有中非，如今逐渐分化成2个不同的商业模式。第一个就是中国公司的模式和西方欧洲文化的模式。经济学人就点出了西方老将跨国矿业巨头为了这个实现回报率最大化，如今变得极度巨攻，而且较晚入局的中国公司则展现了一个比较火热的参与激情，扩大提升了中企的竞争力。在全球的金属矿物争夺战里面日白热化的情况之下，中国的公司表现的也比西方国家带来一点小小的中式震撼。所以经济学人就问到了，是不是现在西方呢已经要开始对大陆的竞争对手来学习了呢？而现在欧美也不是没有动作，争相要来访问大陆。中国商务部长呢，他现在要跟博通等美企高层要来会面了，未来还有10多位哦。玉渊谈天就说了，还有10多位跨国公司的高层将到访大陆的商务部，其中光是美国的企业就占了2/3，这么多。好，那么现在呢，欧美跨国企业高层陆续抵达了北京，将出席23号的发展论坛。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呢，他们在19号要会见巴西淡水河谷集团首席执行官，双方就中巴的经贸关系跟淡水河谷集团对于
大陆的合作发展来交换意见。据了解呢，其实包括了毕文达在内，最近到达了这个大陆的多国家的跨国企业高层都将出席23、24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的年会。那么据了解，还包括谁会参加？德国最有名的 BMW， 那么呢 Benz， 那么德意志银行，甚至是赫力士，它是全球贵金属的供应商哦，要特别注意。那么西门子。还有呢，这个你可以看到德国的蒂森克鲁伯，它也是钢铁零件的供应商等首席执行官。那么有人就说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美国做什么，欧洲都必须要跟中国合作。讲这个话的人是挪威外交部的国务秘书，他说：“你看哦，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之下退出多边的世界秩序，更凸显了欧洲战略的重要性。如果不跟大陆紧密合作的话，那么欧洲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全球性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你是怎么看的？我们看那个 Rubio， 他说，美国不能允许中国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崛起，否则这将是美国的责任。我讲的是好大的口气啊，而且超无耻的，不守规则。请问，你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叫遵守国际规则吗？请问，你川普上来现在对全球的关税造成全球经济贸易动荡，你叫遵守规则吗？那还都是你当初自己定的规则嘞。那这么说的话呢，我们应该是全球的责任针对你美国了。现在就有这个趋势。当然了，Rubio因为被中国大陆制裁，也被俄罗斯制裁，他现在在嘴巴上在口气上想要讨回这个公道，可以理解了。但是呢，现在这个所谓的川习会，最早是南华早报说4月份的时候，川普会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呢，华尔街日报就说6月份的时候，习近平会到美国去，那两个都在作文。因为什么呢？还可以说，因为6月14、15分别是这两个人生日，所以可以搞个生日趴。哇，现在的国际政治可以这个元首搞在一起，因为生日这么近，所以我们就搞个生日趴。那跟我一起搞生日趴的人太多了。For what？ 为什么要举行川习会？什么议题？现在这个时间点，不管是4月、6月，而且其实如果真的要双方见面，年底的时候，G20在11月底在南非，好吧？也许川普大概不会去这个G20，因为他很讨厌南非，然后呢，大概 APEC 那是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在南韩，那你川普会不会来？所以有机会，你真的要讲的话，还有一个叫东亚高峰会，所以一定要双边的会议在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认为不会举办，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川普上来对中国的制裁，2月4号一个额外的10%，3月4号额外10%。现在中国输出到美国的商品有60%要面临到平均38%到40%的关税。但这都关税是美国人付出啊，可是它会打击到中国的出口是没错。然后呢，你看到在巴拿马这个议题，他强迫李嘉诚把23个国家、43个港口都卖给美国的贝莱德。那现在我们来知道，原来李嘉诚根本没有先告知习近平，然后呢再调查中国学生。Rubio 说不支持一个中国拿掉，不支持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拿掉，不支持台独拿掉。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川习会几乎是没有什么议题要去面对处理，因为双方现在都处于一个竞争甚至对抗的状态，各自在做他的布局。我觉得到了年底，稍微看看川普的整体的政策比较确定之后，他也知道他的关税政策的一些负面的效果出来，他自己怎么去修正。这个时候，中美双方的高层再找一个时间再做会面。那厉将军，你怎么看这个中美现在金属储备战似乎已经悄悄开打了？我们特别要讲你会不会觉得说是以前稀土来讲没有那么珍贵？但是这次的话，我们看到美国跟俄罗斯的这种有关于俄乌战争的停火谈判里面，然后川普就赤裸裸的这个要乌克兰的稀有的矿产。从中间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稀有矿产对未来的世界影响是很大。那不管是在科技业，
或者是军备上面，这个影响都非常的深远。因为这个像譬如说是科技业来讲，未来的晶片你就一定要用到稀有的金属哈，然后甚至于武器越来越精密、越来越发达，也必须要用到金属。那我们现在知道，所以晶片制造来讲的话，像锗啊、镓啊这类的稀土来讲的话是免不了。那以前中国因为它自己本身这个不管是军工业或者是科技业，它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它虽然说是能够提炼稀土，可是它提炼出来大部分供给其他各国来使用，那时候大家对它敌意还不大。那现在慢慢中国自己的这个军工产业已经发达起来了，而且在科技业被制裁状况下，它当然要管制这些稀有金属的出口。那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我想说大家都这个耳熟能详嘛，譬如说是未来的一定新的能源来讲，一定要用到锂这种矿产。那譬如说是铜来讲，电线，甚至于连子弹头都是要用铜来做。那另外我们经常讲，我举个例子跟你讲，像我们锗这种元素。当然，你可以这个晶片制造需要锗，但是我们前2天看到这个我们台湾解放军在扰台的时候，我们拍了一张 F-16去拍了一张这个无人机解放军无人机的相片。那张照片用什么东西拍的呢？就是用 IRST 的那种系统去拍的，它是用红外线去照的，那里面就是要用锗。这种对红外线感应特别强的元素才能够拍。那另外来讲的话，我们想说，现在新的正控相位雷达，大部分都是氮化镓，那以前是砷化镓。那这种雷达装上去之后，它可以探索的距离可以到500公里，可以锁定400个目标。那另外来讲 ，T 那就更严重了哈 ，T 是阻燃剂，也就是说它可以隔绝热。那现在你看那个飞机发动机，你要发动到那么快，我们刚刚看到前一节讨论的歼轰36，它后面的第3具发动机，你想那温度大概都是2-3千度以上，那怎么样让这个金属不融化？就是要T这种元素才能够阻止它这个金属不会融化。像这个弹道。这个飞弹在飞行的时候，速度回到地球，我们讲超高音速导弹，时速都到10几马赫，那也必须要T这种元素。那现在来讲的话中国将这些重要的金属管制在自己国内，不再出口。最近听说这个像这些重要金属，在国际市场的行情价格已经涨到300%的价位涨上去了。那美国现在可以说急着想要这些贵重的金属。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李教授，你又是怎么看最近的欧美企业高层好像都陆续想要跑到大陆去访问呢？因为本来中国大陆就是对于全球来说包括欧洲这些大企业，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市场。那尤其我们也知道说，对欧洲而言最近一直有句话就是说，多少年来他们安全是靠美国美国所领导的北约，能源是靠俄罗斯。但市场方面其实基本上还是靠中国大陆。那即便这几年来可能欧洲跟中国大陆关系有些微妙的变化，所以欧洲在讲说要去风险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过去的德国不同政府时期的总理访中，旁边还是带了大量的一些这个自己国家的大企业。原因就是因为大概没有人能够很潇洒的说，我完全不要靠中国大陆市场，这是一个。那我也补充一下，刚才这个关键矿产跟这个稀土，其实川普才下了一个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就是要按照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要解除所有的限制，要利用融资、投资各式各样的方法，让美国的政府部门跟民间想办法去，不管是关键矿产或是稀土，要做大开发。那这个国防生产法是1950年代。当时是杜鲁门总统，是为了要应付这个战争的需求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设置。其实大家不陌生，因为在拜登任内也有引用国防生产法。当时生产什么呢？比如说生产电动车的电池，还有拜登不是很推崇绿色经济相关一些设备，还有所谓的一些其他的印刷电路板等等。但是川普的个性我们很清楚，他就要做的是有点像他在能源的这个立场，大开发，不管是天然气，不管是石油。那现在的这个关键矿产跟稀土也是如此，就像刚才将军所讲，大家会很好奇，为什么川普对于格陵兰那么有兴趣，对乌克兰这个关键矿产这么有兴趣？其实后面也隐隐约约有一些美中对抗、长期竞争里面，美国比较麻烦的地方，因为这么多年来，美国对中系出的不管是经济战贸易战，或是科技封锁，或是卡脖子，大概中国大陆比较有效的反制能力。这个关键矿产的出口是绝对是一个，因为不管从蕴藏的这个全世界的蕴藏量来说，开采
冶炼的技术，还有整个这个产业链跟加工。到目前为止，这是中国大陆比较重要的武器，所以未来我觉得美中的竞争，这里面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啦，谁都不会放弃。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新闻大白话。那么在讲国际议题之前，我们要先带您看看现场的一个最新画面。那么目前呢，国民党呢正在苗栗这个地方来做开讲。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今天为了要反制这个大罢免行动，你可以看到呢，国民党的台南立委谢龙介现在已经登台去演讲了。那么希望呢，透过这样子的行动呢，可以来反制民进党的全面大罢免。那么国民党也开始动起来了，民众能不能买单？那么今天大家都在关注，尤其你可以看到呢，这谢龙介哦，现在是可以说是相当的慷慨激昂。那么国民党也希望利用他的人气，在全台宣讲，能够达到民众也可以出来投下不同意票的结果。那么以上这个是现场的最新消息。那么其实我们带您关心的是国际焦点，我们还是要讲一讲这两个好朋友，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马斯克。好，我们可以看到呢，路透社说马斯克访美国国防部，还要会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那么路透社的报道呢，特斯拉创办人3月21号早上就到美国国防部了，还要跟国防部长来见面。那么很多人就觉得他真的是权力的核心呢，现在连国防部长都要跟他简报。他说呢，《纽约时报》就报道了，五角大厦将跟马斯克简报对中的作战计划。那么呢，他们就说，因为马斯克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想要来了解。那么对华战争的顶级机密简报大概有2到30张的 PPT。那么呢，你可以看到呢，他们说的美国官员透露，其中包括了中国产生威胁的迹象和警报，以及中国对哪些目标、什么时候进行打击，都将呈现给美国总统川普进行决策。但纽时就分析了，马斯克呢，之所以他需要了解战争计划，是因为他的政府效率部要削减五角大厦的预算，需要知道后者在中国可能发生冲突计划中使用的哪些武器系统。只不过他现在要听呢，很多人都觉得很紧张。哇，他现在已经是这么高权力，连国防部都要来跟他做报告了吗？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就跳出来说，荒唐可耻，完全不是真的。那么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甚至是在他自己的平台上说多荒唐啊，甚至不会提到讨论中国这件事情。这个信誉扫地的媒体怎么可以编出这种谎言？多么可耻，完全不是真的的一个故事。那么马斯克在 X 平台上贴出川普的贴文截图，还说期待起诉五角大厦那些将消息恶意泄露给《纽约时报》的人，他们会被找到。那么川普那么大动作的驳斥说他会让这个马斯克听取机密简报的报道，川普承认因为马斯克可能会受到中国的影响，他是怎么讲的呢？我们听一下。If you read what's out of the New York Times, it's such a dishonest newspaper. It's such garbage. It's, it used to be called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Well, it's all the news that's not fit to print. They have fake sources, or they don't have sources. I think they make most of it up. 可以看到呢，美国总统川普是抨击了《纽约时报》，甚至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你当然不会让一名协助我们这么多的生意人来看这个。”那么他就说了，尤其马斯克在中国也有生意，也许这样他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川普对于马斯克还是有顾虑的。但是现在马斯克要救的恐怕还是他自己的特斯拉，因为快要被比亚迪给超车了。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美国商务部现在难道沦为投顾了吗？喊说买特斯拉现在真的很便宜，但是你可以看到呢，有人就说了，他现在是在报名牌吗？公开呼吁投资人购买特斯拉股票，还说没有比现在更便宜的时候了。但特斯拉的股价已经从去年12月的历史高点479.86美元重挫超过50%，几乎是腰斩的状态。美国学者就怒批了道德沦丧啊！那么马斯克现身特斯拉的员工大会，2026说要拼1000万辆。
电动车，还鼓励员工千万要持续持有股票。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生产700万辆了，到了2026应该会到1000万辆，所以接下来5年的自动驾驶会获得全球认可。还说这只是一点暴风雨，如果你不想买我们的产品，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没有必要把它换掉，我觉得有点不合理。呼吁大家还是继续持有特斯拉的股票吧。那么现在美国总统川普也发文严厉警告那些，因为最近有很多人很激进，都会破坏特斯拉嘛。他说呢，这些人最长可以被判20年的有期徒刑监禁，所以呢，你要说要真的很小心，包括资助者，我们正在找你们。但对比你看现在中国的比亚迪，他们真的是赶快的要来发展了。那么比亚迪跟进华为38.98万的腾势 N9，现在要开卖了。王传福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旗舰 SUV。美国媒体说了，比亚迪开启电动汽车的新时代，马斯克还在不务正业哦。那么你可以看到呢，中国的车企在电动车跟充电技术方面，现在正在超越美国跟欧盟。比亚迪打出这么多的王牌，外媒就说了，你看中国人家正在改变它的游戏规则。你看它发布了天神之眼、凌渊车等无人机系统，彻底的让电动车使用者实现了智能出行。那么也告诉美西方、日韩、中国车的崛起不是一夜之间，而是滴水能穿石的故事。那么德国最大的汽车网媒体就感叹，中国人正在改变这些游戏规则了。那么大陆的车企跨足现在还要在做机器人哦，包括了人形机器人，小米跟比亚迪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优势。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近20家的车厂透过了自研合作的模式，已经涉足了人形机器人的领域。包括了哪些？包括了小米啦、吉利、广汽集团、蔚来汽车，那么还有理想、领跑、北汽蓝谷等。还有人说，比亚迪已经启动了人形机器人专案，内部代号直接叫什么？叫尧舜禹。那么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董事长就有透露了，奇瑞的墨甲机器人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在马来西亚上岗了，打算用它在4S 店来帮我们卖车。除了卖车之外，你可以看到挑战极限哦。自述的 G1 人形机器人在全球首次完成了一个侧空翻的动作，就是这个侧空翻的动作让大家觉得现在机器人真的不一样了。还有一个新的技能叫做鲤鱼打挺，就是像这样，过去很像这种功夫的动作，现在机器人都可以完整的来做出，所以也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杨老师，您怎么看？马斯克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我觉得有一点超过了。我不认为马斯克到美国的国防部是去听取美国准备要跟中国开战，然后所以说呢，有一些武器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你不能够裁减，因为他是人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我觉得他是可能听到中美之间的军力的对比，因为在11月份的时候，就现在这个国防部长他就说，在过去10年到15年，五角大厦所有中美战争的兵推，我们全败。在中美战争的头20分钟，他们发射15枚极音速导弹，打掉我们所有10艘航空母舰。这是现在这个国防部长赫塞斯他的讲的。然后今年的2月14号，美国的印太总部的司令叫帕帕罗，他也说，美国印太总部部队的弹药存量降低，武器的维修延宕恶化。所有的海空火箭太空部队的发射平台都过时，然后呢，更糟糕的是，马上就担任美国国防部次长。他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他也说，如果我们和中国军事冲突没有结果，因为军费昂贵而军力会被毁。如果在这样认知的情况跟事实的情况，这都是现在的国防部长、现在的司令、现在的国防部次长所讲的话，而且在最近这3个月之内讲的话，他准备要去跟中国开战吗？他连乌克兰都不会去打了，2个都是核武国家。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稍微连这个基本的常识他都不了解，但是呢，他的讯息是告诉他说，那个20-30张的这个照片简报，其实真的是在指中美之间现在军力的差别。如果真的打起仗来，可能有一些我们真的落后，飞机落后然后呢，船舰这个比减少，然后呢，整个维修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觉得，针对马斯克谈的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你现在谈到那个反马斯克的东西其实
基本上他不能叫国内恐怖主义者，他就是一个左翼的这种反弹，要出气。对于马斯克这个人，当初开的特斯拉是觉得很酷的，现在开的特斯拉觉得好像我做你的人形的这种广告，一个这个完全是支持川普的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反马斯克的现象会是一阵子，那但是呢，烧特斯拉可能大概会慢慢的减少。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厉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呢？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只觉得这个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的是川普气急败坏的出来辟谣，对，那甚至于连垃圾这个批评纽约时报用垃圾这种字眼都讲出来，可见得川普是非常的焦虑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马斯克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说，骑在五角大厦那些将消息恶意泄露给纽斯的人。那从马斯克讲这句话，他是不是有没有到国防部？其实这东西我们现在不敢确定了哈。但是我们从这个川普这么焦急的要辟谣，就知道这件事情在美国是引起舆论界多大一阵的这个轩然大波。因为你马斯克，你凭什么到国防部去听国防机密的简报？这你根本不具备这个资格嘛，你只不过就是一个商人。那你现在权力大到可以说拿着这个所有的机关，你要裁就裁，要撤就撤，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于是川普的分身这种角色，我现在已经从这件事情可以证明一件事情，马斯克已经引起美国很多人的反感，认为说是川普赋予他太大的权力，权力大到你可以主导整个美国的国防不管经济、国防、科技各方面，全部由他来主导。我觉得这是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来讲的话，它这个比亚迪车子这种非钥匙的进步，我记得刚开始它的车子命名都是用中国的朝代来命名，什么唐啊、宋啊什么，现在连这个尧舜禹都出来。再往前面的话，那是不是神农氏、女娲补天这些名词将来都会用得上？所以也代表一件事情呢，就是比亚迪这个车子推陈出新，世代的进步非常的快。没有错。那想要来问一下，那么李教授你的看法呢？对，第一个是我觉得马斯克去国防部应该是确实的但是他是不是像纽斯所讲的，我也是高度的要怀疑跟打个问号因为重点是马斯克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裁减预算，要裁减浪费，他是各个部会都有去看，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觉得目前来说，美国的民意里面，不管是自由派媒体、民主党人反马斯克就是反川普。反川普就是反马斯克，因为马斯克做的事情太多，动作太快，对，力道太强，所以他现在是仇恨值最高的川普团队里面的一员，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动不动就是马斯克。但马斯克呢，虽然他的政治地位是水涨船高，影响力很强，但他的本业、他的企业是受到很大的危机，没错，包括特斯拉。我们看这一阵子里面，川普出来喊话，还说他买一台。马斯克开到白宫里面红色的电动车来说这是好的东西，大家要买。还有呢，感觉起来是全政府在救一人。美国的司法部的部长也出来说这个有刑期如果你的继续的打砸抢、打砸烧会有刑期。FBI 还成立这个特别的小组，也是专门针对这个议题。还有更难以想象的是，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在公开的这个电视访问里面讲说，这是好股票。要买好商品要买，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对，因为其实一个现任的联邦政府的官员对特定的这个商品这样做鼓吹，其实有一些灰色地带空间，是有很大争议。但代表什么？代表到目前为止，川普是非常挺他，再加上上2次的这个白宫内阁会议里面，马斯克都是看他在里面的讲话的方式、穿着打扮慷慨激昂。还有，即便是马斯克跟 Rubio 在吵架，川普拉的都是 Rubio， 就是说适可而止。所以目前看起来是马斯克是集中吸引了所有反川普政府的一个火力。那本业就是他的汽车。其实特斯拉在去年180万辆，比前年掉了1%。
我刚刚郑老师有讲到哦，现在呢这个实打实嘛，但不过现在因为美国、中国啊要掀起这个贸易的关税大乱战哦。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哦，这个在加拿大跟美国之间啊，先前这个关税大乱呢，现在是不是双方其实关系非常难以修补呢？好，来看到呢这个加拿大籍的毒贩啊执行死刑哦，这是大陆近日在处决，那也被加拿大就发声谴责，他们说北京当局是无视从宽处理的请求。不过呢，大陆外交部也回应哦，说这是对不同国籍的被告人呢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是依法来公正处理。更说加拿大不要再干涉大陆的司法主权。那我们看到呢，中国对加拿大主要出口产品呢，主要是因为先前啊征收关税的问题哦，像是呢这个一些豌豆啊这些有100%的关税，那海鲜、猪肉同时也是，这对加拿大农民来说呢是严重非常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的。尤其是现有的援助计划呢，本来是要应对先前美国的贸易挑战来设计嘛，所以呢没有办法应对现在中国所采取的措施。但是在这样的这个贸易大战当中呢，大家就很好奇说，加拿大要怎么样来释出善意呢？有没有可能是透过取消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的这个方法？因为经济学家就认为说，这样的举动就可以作为是对美国贸易行动一个战略的回应哦。那么同时呢，也使得在加拿大来讲，他们的电动车也更容易取得。不过呢，加拿大的前驻华大使啊，就强调说，其实呢，即将到来要大选了，那外交政策呢，现在非常罕见的，竟然是成为加拿大的一个重点之一。他也说，考虑到目前的状况，认为加拿大和中国要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他也提到说呢，因为尤其是川普上任以来，其实你看到加美的关系已经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了，所以呢，也不能够再只依赖美国，加拿大不得不甚至还要跟欧洲国家来考虑结盟。好，那现在呢，加拿大甚至说要在美国的红州购买这个广告牌，为什么要来展开反关税的宣传呢？说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呢，要沿途设立哦，而且呢，还目标锁定在12个的共和党州哦，这个针对川普的意味是相当浓厚的。那但是呢，看到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啊，现在真的是不若以往了吗？因为呢，加拿大人呢，竟然被限制说要进入这个横跨两国边界的历史建筑哦，因为这里被长期视作是一个和平和谐的象征哦，但是呢，现在竟然呢就说要他们加拿大人如果要进到这边的话呢，也会有所限制。好，相较于美国现在这个急着要交流啊，倒是中国大陆呢看起来态度是比较泰然的。怎么说呢？因为川普呢这个4月2号哦，他的这个平等关税期限就要到了，所以大家很好奇他接下来该怎么做。那川普呢就强调说，他不想要看到和中国爆发潜在战争，但是也扬言如果真的有的话，他们是有能力来面对的。那么川普也透露说，他计划要和习近平通话，针对的就是关税的议题。那亲川普的美国参议员呢，也访问北京呢。大陆外交部就说，他们非常欢迎他们，但是呢，你看到戴安斯呢说，很可能会和大陆的高层领导人来会面，更可能是和习近平会谈。这个动作呢，也被认为说是美国在频频要释出善意哦，也是希望说呢，在川普重回白宫以来呢，可以来为未来中美领导人的会面先做准备。那中国呢，发展高层论坛啊，将会在3月23号、24号就会举行了。在这个交流上呢，届时呢会有数十名的外资企业啊高层都会到中国大陆来参加这一场会议哦。而且其中有部分人呢，更预计说28号就会跟习近平来进行会面了。那会迫使美国做出这样的举动哦，会不会也是因为软肋被掐到了呢？因为我们看到呢，包含是造船的部分哦，现在就说啊，你伤敌1000，其实你自损也800嘛。因为呢，中国的散装货船或者是邮轮，他们其实在美国港口的停靠费用大概就有5万美元。如果你要实施新的关税政策的话，那费用呢就会大幅上涨
1000%到3000%哦，这费用显著的增加，最终就是影响到货运的运输成本。那最后还是谁倒霉？消费者，因为美国的消费者，你要买到这项东西，可能成本就要提高了。还有就是稀土的部分哦，现在就说呢，中国大陆啊，打算呢要收除的金属包含啊这些铜啊、镍啊、锂等等的哦，那这一些呢也是要来作为国家战略储备。那美国现在就很着急啊，因为总不能没有这些稀土嘛，所以他就出招了，希望可以拉高国内的稀土产量哦。川普呢说要引用国防生产法来提供一些融资贷款等等的支持国内的加工呢，可以来找到这些矿物和稀土的元素。那甚至呢，刚果就说我要趁机会赶快来致函给川普，说我可以帮忙代打哦，我可以提供给你这些稀土。好，但是呢，关键的矿物哦，重要是什么？就算说刚果他愿意提供，但是他们跟中国关系是什么？中方呢说之前投资了14亿的美元，要升级呢在坦桑尼亚到上比亚的这一段铁路哦，连接的是铜矿区和呢这个关键的运输路线哦。虽然是一笔不小的金额，但对于中国全球能源的产业供应链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请教帅将军哦，怎么看说现在这个美国啊、加拿大、中国这场关税大战？我想二次大战完了以后，将近80、90年的时间呢，大家都在一个美国那个时候是自由贸易这种行动准则下面，大家产生了自由的这个生产链。川普突然一下把这个打乱了，这个一乱以后，每一个在这链上的相关的国家就慌了。我原来是有一个很稳定的输出或者输入，现在中间搞了这些关税，就变成美国以一个大国姿态专挑你这些小国来谈。我不跟你什么欧盟谈，我不跟你这个南美联盟谈，不跟你，对不对？我就针对你的小国家谈。那大国有相抗的，像加拿大、中国啊、俄罗斯跟你相抗。小国家就是让你予取予求嘛。你像台湾现在台积电就双手奉上，还没有一点点什么回馈，保护费，对，什么也没换到。所以这个问题啊，你看加拿大虽然加拿大70%出口到美国，而且这个两个国家几十年来相安无事，开车自由来来去去，你知道吧？好的跟兄弟一样。今天为了这个关税闹成什么样子？你看加拿大多聪明呢。他在你川普的铁锈州、农牧州摆上一大堆广告，他摆这些广告，我告诉你，民主党也会支持啊，对，要斗川嘛，这样我不只是说针对你农民，今天为什么加拿大手上捏的是钾肥啊？你是农民的话，肥料是他主要开销啊，那中国捏的他脖子嘛，我不买你的豆子啊，不买你的玉米啊，不买你的面粉啊。所以这个农牧州啊，卖牛肉的、卖肉的、卖米的，惨了。要的肥料没有，出口的人家不买了，所以这就是挖你川普的根啊。这就叫做针对性的反关税作为。第二个讲，加拿大跟中国中间有点矛盾了。我枪毙了4个加拿大的毒贩了，什么东西？可是加拿大现在是比照这个原则，我的敌人也是你的敌人。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他可能会跟中国联手，因为每个国家都要给自己的产品找出路嘛，所以中国大陆里面也有美商跑去商量的。美国的商人跟中国大陆不太一样，中国大陆国营企业多，他可以调度。你说我把所有具有金属、稀土统统管制，就管制了嘛。美商都是个别的，他都要将进求利的。你国家没有办法调动他一个商人去做亏本生意嘛？为什么美国高铁盖不起来？回收太慢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很喜欢谈什么军事作战。我告诉你，美国跟中国打的就是经贸作战，打的最激烈是这个，而且双方都有内忧。中国也不是一团全部都是很好，它也有问题啊。美国更乱了，美国现在自己。共和党跟民主党就开始斗了嘛，再加上所有的友盟，你知道拜登最大的特色，全世界交朋友啊，这边他一年不知道出国多少次啊，拉人家了。现在
川普这一搞会把所有人得罪完。所以树倒猢狲散，大家自行出路啊。自行出路干嘛？找生意的出路。只能自保嘛，来严老师。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下，因为我是做非洲研究啊，就是说，中国大陆正在帮这个坦桑尼亚跟上比亚这个重修啊，我们讲的这个坦尚铁路。对，这条铁路是196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承诺的啊，就是在文革期间啊。他竟然承诺要帮他们，为什么？因为上比亚的铜矿没办法出口，因为它的周围啊，包括莫桑比克或者是东边的莫桑比克，西边的这个安哥拉还在葡萄牙控制之下，南边的南非是少数的白人执政，所以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它的铜矿没办法出口，中国说那我帮你盖条铁路，从旁边另外一个这个坦桑尼亚出去。这件事情在我2000年左右到非洲去访问，他们还在讲，就觉得说哇，我们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只有中国来帮他们。那现在又把它这个拿出来又开始在做这个，所以我们不要低估那个长期经营，就是当人家最弱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站在他那边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哇。真的是这个是这个最我锦上添花，非常感激了雪中送炭，雪中送炭。所以我认为这个而且中国在这个 DRC 在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其实也有一些影响力。那美国现在面临的大的挑战是这个国家在搞内战，那美国一定要选边啊，一定要会我们做一些动作。那中国是过去从来不干涉内政，等你处理完，你今天如果是这个我们讲说叛军执政，他照样跟你来往，他反正不干涉你内政。所以这个虽然美国现在也在觊觎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跟上比亚的矿产，甚至从这个安哥拉要修铁路过去，但是我认为在这方面不会输的那另外就看加拿大，加拿大当然在对美国的这些反制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力道很强那我刚好月底要去探讨就是就下个礼拜就要去，然后就是去看研究那个讨论一下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到底从台湾跟加拿大跟美国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当然我们现在是白白奉上，大概也没什么好学的，但是我要想知道的是加拿大它底气在哪里，就是它为什么可以跟美国这样的，就是从政治人物开始就是过去的那个杜鲁道，然后到这个新的 Carney 这个总理，然后到现在的一般老百姓，全部都有一股好像很强烈的这个爱国心来捍卫这个加拿大的主权也好，就是意思说，对我是你的当了你的小弟很久，但是你也不能在我身上予取予求。我觉得太过亲门大户，不能够太过亲门大户。我不是没有一些反制的能力，过去我从来不跟你去计较这些东西。但是当你现在这样子，我们叫做把我这样子就当做完全视为无物的时候，那我也要让你知道我的存在吧。对，当然这个还是要抓到重点，非常重要。来，老师怎么看？这么多的讯息，其实后面还是反映了大国博弈之间的问题那当然，现在最关键就是中国跟美国。那么，特别是川普最近用国防生产法，这个是韩战时期的东西。他为什么用战时法令？他现在签下去之后，就说原来就美国是本身对于稀有矿产是很大一个有生产能力的，就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各种各样什么环保啦、生态啦监管得太严，就让他们今天这个矿产在那边都不能用，那变成长期的大量的依赖。他讲了一个叫做敌对的外国势力，对他大量的依赖，讲的是谁？讲的是对中国嘛，特别是对这稀有矿产，将近70%。那因为中美贸易战打起来了，中国没办法，那只好反制，在稀土这方面进行管制。那川普现在为了要脱困，他就说我们自己国内有一堆，为什么要限制？他就引用这个暂时的这个法令，就是硬是解禁。为什么？他希望自己不要受制于人，自己也能够生产。不止这样，他们除了在这个稀有资源，大家因为这个都是非常重要跟这个飞机甚至包括跟手机都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在国外大家抢夺资源，川普上来说真的忽然间翻脸，左邻右舍搞得鸡飞狗跳。他对于加拿大矿产也很多
他还是觊觎他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好朋友忽然间变坏朋友，为什么这样？那就是因为涉及到重要资源的争夺。那刚刚这个严老师也提到非洲，那更是过去我们台湾都不太重视那里。其实中国很早就布局，他知道对于很多能源、对于很多这个稀有的矿产，对于后面支持国防跟军事，特别是包括商业生产，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来源。所以他们是长期布局。以前欧美这些过去的老殖民，这些老国家就是在那边继续剥削、继续吸血。好啊，可是现在美国已经警觉了，所以刚刚提到说，像这个刚果就主动去跟川普示好，说呀，你是最伟大的总统啊，我愿意很多这个稀有的矿啊，钴啊、什么锂啊、什么钽跟你交换，那希望你来帮他打国内的叛军，一个叫什么 M23的叛军，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他们也知道这个稀有资源的重要？中国最近其实吃了一些亏了，像尼日共和国，忽然间把他3个重要的石油高管就赶走了。中国投资了47亿美金啊，可是他们是现在怎么样？就要用这个东西来跟中国，知道中美在竞争，拉高筹码，希望换更多东西。川普当然看到这个，所以啊，事实上大家都在角力。那一方面有真的一部分，一方面开始提到说，美国也派了这个参议员去，那个人当然是川普的朋友，去摸底啦，是打前站的，是先去做暖身。都是为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到底这2个巨头谈的时候是倾向和的还是爆？那大家都非常关心。但不管怎么样，一边准备要谈，可是更重要的是一边准备大家抢资源，这个才是世界的真况。因为刚刚讲到中美之间的角力哦，还不止只有是刚刚关税跟贸易哦，我们来看到呢，还包含是现在啊，就美国制裁华为哦，这科技大战，但是呢，也让华为反而有所突破，就是美国联邦呢通讯委员会哦，他们在调查华为等等有9间的中国公司，那当然用了一些名目嘛，但是呢就被说，华为现在啊，他们也要力拼啊，他们有使用5奈米的武器哦，这是中国的这个博半导体的新凯呢，他就进来说，申请了一个专利，希望可以推进5奈米的制程，而且这个多厉害呢？号称呢说，你看华为的这个折叠手机啊，它搭载了一个 AI 非常酷炫的功能哦。我们看画面上呢，它这个影片呢是透露说，你使用手机的时候，你只要眼睛这样眨一下哦，它就可以自动的帮你翻页哦，听起来是不是真的蛮炫的呢？因为呢，他说他这是可以搭载 AI 眼动翻页的功能，为什么可以办到这个行为呢？就是因为他们在眼球运动的轨迹呢有进行追踪，也就是说，如果用户呢看到页末的时候，他就会根据用户的需求就可以自动来翻页。好，所以大陆的 AI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强呢？除了之前看到 DeepSeek， 还有 Manus 现在也说呢，也获得了北京的支持了，要号称呢有一款全球首款生成式的 AI 代理即将就要来上市了。好，所以现在呢 AI 发展啊，已经说中美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美国智库呢近期就发表一个报告当中显示说，在人工智慧的技术上中美已经有差距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缩小当中。中国很多的实验室已经大幅的赶上了美国。从哪边来印证呢？我们看到最新是语数科技，他们发表了一款新的机器人看起来呢就是一般的人形机器人，但是呢它的身手可是不同凡响因为它号称说呢，它可以自己完成侧空翻之外呢，还可以稳稳的站立。你看在画面当中呢，拍摄过程啦，号称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故障，这显示什么呢？它不是偶然侥幸的成功就是这款机器人呢，它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技术成熟度而且呢能够侧空翻这应该是人形机器人的第1次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不仅如此呢，还号称说呢，能够不靠外力就能够独立的来做出平衡的动作。你看到这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它原本躺在地上，然后呢，它就自己起来了。那他说呢，这样子呢，你看它可以自己就可以完成了平衡，看起来呢的身手跟过去初代的机器人相比，对，老实说，真的看起来真的太强了。就是它看起来呢，身手是更加敏捷的。好，除了是现在呢，其实在 AI 的部分持续的角力之外中美的竞争现在甚至连太空到深海都有因为呢，现在 NASA
出现的这个太空人，他在这个滞留了288天之后，终于是回到地球。但你看到画面上呢，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大家很开心的状况哦，可是他回到地球之后呢，他已经是满头白发了，而且看起来非常的虚弱，原本非常健康的人，你看他们原本出发前的照片是这样哦，但是回来之后呢，甚至还需要人家搀扶，好像两个人已经老了10岁一样哦。但是这样的这个行动呢，竟然 NASA 说额外的补偿啊，如果按照往例的话，他们也才能够获得台币38000左右而已哦。但是你反观啊，现在大陆呢，他们有这个首具月球背面探测器哦，叫做嫦娥6号啊，它已经进行了这个月壤进行研究之后呢，还取得一个重大的发现哦，说确定了月球上有一个最古老、最大冲击的艾特肯盆地，那是形成在42.5亿年前，这对太空研究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哦。那另外是呢，中国现在也持续在进行卫星的演练哦。美国的太空军呢，副参谋长就提到说，他们也确实有观测到5个不同的物体在太空中是有同步在进行移动啊、穿梭，这展现的是中国呢卫星他们有高度的可控机动力，也就是可以进行所谓的太空缠斗。那这个演练呢，也不仅显示说中国具备了在轨的高机动性，同时也涉及了侦察或是接近其他卫星的能力。好，除了是在太空部分，我们看到在海洋的部分呢，大陆的科研队啊说现在研发了深海的小型机器人，未来呢也可以帮助海洋的开发、考古以及监测。好，我们先请教帅将军怎么看说现在美国的大幅制裁，结果华为反而好像更升级了，这 AI 大战，中国可能不一定弱势哦。谁都用过手机嘛，你看手机看文章的时候，又要放大，又要卷轴，是不是、啊？很苦恼，两个手指头忙得要死、啊。人家华为你眼波一动，它就翻了，哎，这就让你使用上方便很多。我跟你讲，手机业啊，就是要功能不断的进步。你像苹果为什么最近卖的不好？你的科技没有什么创新嘛，所以危机就是转机。对，那我用苹果12也可以用那么多年，我用苹果13也可以用啊，反正你没有什么改变嘛。华为你看什么2折叠的、3折叠的了，现在又把 AI 弄进去啊，哎，就会很多追这个手机迷的人就不停的追，你价钱再高他都追啊，所以这个市场它慢慢会侵占到苹果了，你不再是能够赚到暴利的。因为苹果付给这些代工厂的钱很少，就凭它这个创新跟它这个名牌嘛。现在华为慢慢有这个态势了。第二个，你看这个美中之间的比较，你记不记得几十年以前我读高中的时候，说美国登陆月球啊，哇不得了啊，对不对 ？Landing the moon， 对不对？那现在呢，中国大陆就挑中国孙子兵法，动之于9天，长之于9地。哎，天上他给你搞卫星可以缠斗，对不对？太空实验室你美国上不去，太空人都下不来。我深海可以潜到那么深，有实验室，所以上天入地入海，他都领先你。这是一种怎么讲？我是一个标志性的竞争，我就是赢你。所以这个问题啊，第三个看机器人，我们老人家最有感觉了。我很多朋友同事啊，走路都不稳，对不对？你看这个机器人要翻，它在空中的时候要察知它跟地面的距离，它的重心位移在哪里，它怎么样矫正。你看中国大陆那些跳水冠军，花多少年啊，只为了练习入水那一刹那姿态是什么样子，他后空翻轻轻松松的可以做。下次你参加奥运，中国派一个机器人去跳水，我看你怎么评判。他可以做到100%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讲，机械这个东西啊，毕竟比不上我们肌肉跟神经的。以前看机器人呆呆的，走路卡卡的，他现在越做越活，越做越活代表什么？它担任的功能就越来越多。你比如说地下坑道的探险啦、探矿啦，人不适合进去的，他进去了。那造船呐，那些舱里面很窄的地方啊，怎么维修啊，都可以干。所以机器人慢慢越来越取代人工的。第一个精确度够，第二个24小时不休息，充完电它就可以继续干。所以这个问题是好也是坏。是好呢，
取代人类，是坏呢？失业人口增加。所以这个问题啊，就看这些创业的跟商家怎么样去 balance。你像中国大陆很多大学生找不到事情，对不对？越自动化，他越找不到。对，就大家可以看出来说，中美的角力，隐形战场一个接一个开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要来请教严老师，怎么看这个很厉害飞选的可以扫描的机器？我觉得这个手机如果说今天就是眼睛能够翻，靠着 AI 能够帮你翻页看东西，真的是这整个的进步，我自己感受最深。为什么？因为我在美国读这个研究所的时候，我们要看很多。当时这个叫 microfiche， 就是转那个东西，看旧的报纸，哇，你都知道，你不知道那个转的好辛苦，尤其碰到《纽约时报》，一下子广告好多，哇，一路转，有时候按快速又过头了，非常辛苦。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忽然想到说，这个如果可以看报纸，未来是不是以后书也可以在电脑这样子看？然后就一页一页翻，后来现在后来真的发生了发生以后呢？你看，我们开头看书还要自己弄，现在可以一页一页跳，还是用手，哇，现在变成用眼睛了。那对不起我必须要讲一下，我现在的学生，请他们买教科书，大概不会买，全部都是看电子书，他们都看电子的，绝对不看真正的纸本的。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还是觉得纸本看起来舒服。纸本贵啊。不是，纸本没有贵到差不多价钱吧，没有那么贵啦。就是说你可以买纸本的嘛，他们不要买，他们宁可要，因为纸本不用背啊。对，就是这个问题。但是你眼睛不伤吗？好，现在又有这个，那更方便了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想象真的会发生。那我觉得。在大陆，在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科技人才之下，他们大概现在每天就在想，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要创新的就好像他们的基础建设，你去看他们盖的桥、盖的什么，好像就是在做艺术品一样。我觉得他们把科技现在也当做艺术。那我还要提一下，就是太空真的是美国落后很多了。现在，因为他们整个 NASA 这个管理也有问题，那这个太空号。要上去，我去年去的时候一直还没有，一直在拖延。那按照道理应该今年，我们看看今年会不会出发。更多讨论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因为这个中美的竞争几乎是全面性的大陆这个拼命追赶，从海底到海面到这个空中，现在到了外太空。最近有个新闻是美国他们自己官方他们一个太空相关作战部门自己发布的，说看到中国大陆在外太空有5颗这个卫星会互相缠斗去这样子，这个他们叫专业术语叫做狗斗因为以前那个早期大家都看到那个空战的时候，那个飞行员这样互相咬着对方尾巴叭，那个是很重要的缠斗技术。那虽然现在已经可以用只会是遥远这个在远远的打，这个是必要的训练，重点是。这个是在大气层之下有流体力学，到了外太空是个真空状态，怎么够弄呢？美国他们的卫星就观察到中国有5颗可以互相缠绕来缠绕去，这样他们就吓一跳了。所以他们这个作战部长就说：“哎呀，我们美国在太空的优势已经一天一天在缩小，中国到底就追上来了。